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很多朋友做的葱油饼又硬又不好吃，还没有层次。其实呢，第一步你就做错了。今天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只要你耐心看完这个视频，也能做出这样柔软多层、凉了不硬的葱油饼。我们先准备些小葱，只要葱叶部分就可以，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放入大碗中，再打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加入500克普通面粉，加1勺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再加入2克酵母。这个是做饼不硬的关键，而且凉了也不会变硬哦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。搅匀后，再用30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倒水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搅拌。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面团揉得瓷实一些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光滑面团，然后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醒面30分钟。接着我们来调一个油酥，小碗中放入30克普通面粉，加1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花椒粉，然后淋入50克左右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最后调成这样一个稀一点的油酥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醒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，用手指按压看看，醒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，不用醒太大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排排气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。气孔排干净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120克左右一个，我这里一共分了6个，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这样光滑的面团，依次放在案板上，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再把面团放在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大圆饼。面板上要提前撒上干面粉，防止粘连，尽量擀得薄一些。最后擀成这样厚度的一个大面饼就可以，厚度约3毫米左右，然后放上刚调好的油酥，用勺子舀了淋到面饼上，均匀的淋在面饼上，然后再用刷子刷均匀，整张面饼呢都给它刷上一层油酥。油酥不用放太多，薄薄的放上一层就可以。油酥刷好后，在半径处给它切上一刀，然后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层次呢才会更加的丰富。卷好后，把边缘处给它捏合，防止油酥漏出来。底部也给它捏合。捏好后，左右手抓住两头，向反方向拧2圈，
然后尖尖的一头朝上，再向下一压，给它压成一个小饼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先放一旁备用，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的小饼，依次放到案板上。全部做好后，盖上保鲜膜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打开保鲜膜，取一个生胚，再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大面饼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，尽量多擀一会儿，最后擀成这样厚度的一个大面饼就可以。然后在表面刷上一层清水，再撒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再取出擀面杖，再给它稍微擀一下，让芝麻粘得更加牢固。像这样一个面饼就做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剩下的面饼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擀成这样薄厚的面饼，全部擀好后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。洗面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。像这样就可以。电饼当提前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油热后，把面饼放入锅中，一个一个的烙，然后在面饼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可以锁住面饼的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面饼呢，会更加的柔软。再盖上盖子，开上小火烙1分钟，把一面烙至金黄。1分钟后，打开盖子，给面饼翻一下面，再盖上盖子，再烙1分钟。1分钟后，再打开盖子，再给它翻一下面，依次这样重复操作。每烙1分钟，给饼翻一下面，直到把饼烙至两面金黄，并微微鼓起，像这样说明就已经熟了。我这里一共烙了5分钟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放入盘中，剩下的面饼用同样的方法，给它烙至两面金黄，依次装入盘中。全部烙好后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葱油饼就做好了。刚出锅的葱油饼那叫一个诱人，表面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，一口咬下去，咔哧一声，那酥脆感别提多带劲了。与此同时，浓浓的葱香味瞬间在嘴里散开，满满的都是葱香，真的是太满足了。再放上一会儿呢，它就会回软哦。但这个软可一点不影响它的好吃程度。吃起来柔软葱香，而且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它的层层分明，口感超丰富的。用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葱油饼，不仅超柔软，层次丰富，哪怕是放凉了也不会变硬，依旧好吃的停不下来。喜欢吃葱油饼的朋友，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